难道益生菌只有帮助排便吗？难道益生菌只有便秘的人要吃吗？其实，如果今天反过来很会拉肚子呢，要不要吃益生菌呢？我跟各位讲，有些女孩子想要减肥，或者是她发现她比较会水肿，或者是说她觉得比较疲劳，或者肤色暗沉、长痘痘，原来肠子不好会影响到益生菌也好，坏菌也好，就把所有的菌都算进去了。好，我们肠胃道的菌数远超过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大概多少？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olanda 优姐，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曾义恒营养师。嗨，我是曾义恒，比利哥。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边讨论养生的相关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曾营养师哦，因为要买益生菌嘛，就看了很多商品的广告文案啊，他们上面都会放一个人坐在厕所马桶上面的照片啊。对。那我就想说，益生菌听起来对人这么有帮助，难道它就只有对肠道有帮助吗？其实有时候我看到这种图形，我都在想说，到底他是吃泻药还是吃益生菌？难道益生菌只有帮助排便吗？难道益生菌只有便秘的人要吃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只是说没有错，肠道里面假如有一些各方面问题啦，就会导致它排便不顺。那么使用益生菌能不能促进排便？没有错，是有的哦。但是如果今天反过来很会拉肚子呢？要不要吃益生菌呢？我跟各位讲，也要吃益生菌。那你说这个逻辑上有没有冲突呢？我跟各位讲，没有冲突，因为千万不要把食物当作药物，药物就会用它的化学机转、生化机转的概念去做一些促进排便或者是止泻的动作。但是益生菌它的概念之所以能够止泻，或者是能够帮助排便，是因为菌丛在我们肠胃道作用的结果。所以如果只想到排便，我觉得可惜了。有些女孩子想要减肥，或者是她发现她比较会水肿，或者是说她觉得比较疲劳，或者肤色暗沉、长痘痘。当然，除了皮肤问题以外，其实很多情况是肠胃道。更不要说这几年还研究到很多叫脑肠轴，就是原来肠子不好会影响到脑袋。我们可能脑子不好，只是想到说智力不好，不是这样而已。比如说，常听到什么阿兹海默症，甚至还有帕金斯症，就是所称的老年痴呆症。后来发现是没有错，它是因为脑袋出了问题。可是它脑袋之所以出问题的来源，竟然是肠胃道状况很糟，产生的衍生物的干扰到神经系统，所以又叫脑肠轴。那当然就包括，比如说老化现象啦，比如说预防其他的严重疾病，比如说大家最担心的癌症，OK，尤其大肠癌现在排名一直往上跑。那么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问题处理好？其实我们随着生化科技的进步，应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益生菌的补充，我觉得就是一种方案。OK，所以就像您说的，不要只想到这个，包括免疫系统或者包括其他衍生的身体机能上的失调，其实益生菌都会有帮忙的。所以益生菌它的确是又可以调整体质，想减重的也需要益生菌，然后预防这些精神性的疾病也都需要益生菌。是，那我们益生菌吃进去之后，我们的消化道很长嘛，那它会住在我们消化道的哪里？其实益生菌从基本上我们如果说益生菌这3个字其实口腔开始就有了沿路一路消化道都有。为什么一直强调肠胃道保健很重要因为我们身上基本上算是封闭的，唯一一个从头灌到尾的通道就是从嘴巴开始一路到肛门。你其他都有极限，比如说呼吸到后来是肺泡嘛，就停了嘛，就没有循环。你呼进去要吐出来同一个单向道，有没有？但是这个肠胃道不是，而且
它的这个路径很长，对吧？对，小肠高达6-7公尺，对。OK， 好，那这个东西食物经过肠胃道吸收消化，到最后你还排便不顺畅，你是怎么样？要让肠子变盆汤吗？堵住了。盆汤，对，盆汤的很难听，就是说食物已经发酵到一个程度，甚至有一些坏菌产生了，然后你还没有排便出去，很不好，所以。维持很好的排便习惯很重要。如果出了问题，也许坏菌太多，阻碍了肠黏膜的正常蠕动，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没办法有效的把这些废物排出，也甚至没有有效的把养分吸收进去，那就会产生很不良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应该把益生菌的补充当作最基础的营养补充品，对，就是你随时都可以使用，而且它年龄层很广，对，安全性很高。还有一个，超重要，我们人体的细胞大概多少兆嘞？好像10兆还是40兆？40兆。但是我们肠胃道里面的所谓的益生菌也好，坏菌也好，就把所有的菌都算进去了。好，大概多少？80到100兆左右。注意听哦，也就是我们肠胃道的菌数远超过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那你还敢跟他开玩笑吗？而且种类非常多。那这几年有些益生菌的产品呢，它是因为已经有些研究出来，它有特定上的肠胃道功能，然后再把它经过培养纯化。然后定量定性，然后变成营养补充品。感谢现在生化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生活品质提高，我们寿命才能延伸啊。对啊，这很重要。透过这个恢复我们原来肠道的这个菌相，我们补充这个肠道菌的这益生菌的营养品，去恢复它，然后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这个健康，还有改善我们的这个体质。对的。对，那我们讲了人体有这么多的肠道菌，那现在对人最有帮助的，就是科学上研究了大概有哪几大类？我们就要先想象，如果我们今天吃了活菌、活的益生菌进去，那它怎么样能够到肠胃道活下来，才能对付坏菌嘛？当然，你说这些本来益生菌是不是本来在我们肠胃道？对，没有错。它实际上因为你的生活习惯或者你的饮食，甚至长期服用慢性病药物，短期也会啦。那么我们肠胃道的菌种基本上，如果以菌的属性分成3个，一个叫益生菌，一个叫中性菌，另外一个叫坏菌。我们简单说这样，这个中性菌有点像长头草两面倒，你知道吧？如果今天你的肠胃道的坏菌多，那么它就会跟着坏菌走。它的在肠胃道的作用的，它就跟着坏菌一样。如果益生菌多，它就跟着益生菌走。好，那这个量大概多少嘞？如果以比例百分比，大概坏菌正常情况下大概占了5%到10%，益生菌大概占了10%到20%左右，其他都是中性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让坏菌稍微提升到10%甚至到15%，你麻烦大了。你相对以微生物，它们彼此会拮抗。各位知道，微生物彼此会拮抗。那它就会让益生菌变少，这是不好的。所以今天如果益生菌补进去，就是补不足。可是你进去之后，如果活不下来也没有用。所以一般来讲，比较新的观念有3个大类，一个叫益生菌，就是活菌。对。第二个部分叫做什么？益生元。什么叫益生元？就是帮助益生菌。答对了。益生元就是让益生菌活下去的根本，简单说就是粮食啦。人家他益生菌要吃的东西跟你要吃的不完全一样啦。OK， 他要吃的东西让他有食物，他就可以继续增殖增生。你就可以让益生菌的数量就越来越多，到达一定的水平。那到达这个水平的时候，这个中性菌就会向它靠拢，坏菌就会压下去。光是这样改善就很多了那么第3件事情就是比较新的，叫做后生元。刚刚我们提到，对，那后生元以往都是有很多其他的产品包括在内，包括你听到什么酵素有没有？
那也是后生元，那都是发酵过后生元，里面没什么活菌啊，但它还是有功能的哦，有好处的哦。这个后生元怎么来的？也许是某一种菌，某一种益生菌去培养的。可是这个益生菌呢，发现它这个后生元哦的功能远大于这个它活的时候，就它活的时候的功能性，可能可以用其他的菌种来取代。但它本身最优秀的是它的衍生物，就是它所产生的一些有益物质，我们叫后生元，特别有用。所以现在新的观念是把这个菌培养起来，然后用一些方法，比如说热的方法或什么的方法，去把它重新设定。它可能会死亡，可是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后生元，哇，对身体很棒。那么把它确定的量，然后再让它吃在我们肚子里，那就很棒。OK，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最新的议题，叫后生元。那现在有这样的设计的益生菌产品，坦白讲蛮少的，但是如果有的话，那你可以特别注意它，还不错。对，所以就是我们补充益生菌，不能单单只是去想要吃什么好菌，也是要考虑到这个益生菌的其他相关的辅助，像益生元啊、后生元啊这一些，都可以一起来帮助我们益生菌。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曾营养师呢为大家分享和解说这个益生菌相关的一些讯息，非常感谢他。谢谢大家，谢谢。喜欢超健康的朋友们，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知道更多健康讯息的，也请关注太阳星的官方 FB， 请持续关注我们超健康的频道。下次见，拜拜。